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？你对做 YouTube 很有兴趣，也知道这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，但现实是你不是全职的创造者，你白天要上班，下班后还有家庭责任、生活琐事。你打开电脑已经晚上9点，你只有1点属于自己的时间，你心里面会想：我真的还能够进 YouTube 频道吗？我完全懂你，因为我也是这样开始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进了这个频道。How's Grayson？ 这频道是要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，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如果是新手创造者，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它会从不同方面去告诉你如何去正确经营频道。我还记得在我刚开始经营频道的时候，我一边工作一边兼顾生活，真正剪片的时间常常只有晚上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逼自己去学会剪辑，去做缩图，去学会写脚本，坚持每周发布影片。然而结果呢？我花了10个小时去剪辑出来的影片，结果上传之后发现只有47个观看量。我真的怀疑过自己，但是后来我领悟到了一件事，不是时间多的人才会成功，而是知道做什么才有效的人才会成功。我发现影片精不精致不是重点，影片是否有价值才是重点。真正让频道成长的关键其实只有3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做观众想看他们正在搜寻的内容，第二就是做出信任的标题还有缩图，第三就是清楚知道你能够提供什么价值，而不是模仿别人。很多创造者卡住，不是因为卡在了设备或者技术上面，而是卡在了心态上面。他们会想，我又不是全职做 YouTube， 怎么可能把它做起来呢？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正是因为你不是全职做 YouTube， 才需要去学会更加聪明的创作。这不是一场比谁更闲的比赛，而是比谁能够持续的前进。你一天只用1小时，那么1周就是有7个小时，1年下来就有360个小时。360小时可以让你剪辑出60支影片，能够让你学会一整套的技能，甚至能够让你去打造出一份新的收入来源。那每天只有1小时，该如何有效的安排呢？这里我帮你准备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计划。这份计划它的目标就是能够让你每周持续产出1部影片，让你在不爆肝的情况下能够持续的去经营成长你的频道。星期一就是主题研究，你首先可以去到 YouTube 的搜索栏里面去输入你想要去做的关键词，然后去看一下 YouTube 会自动补充哪些关键词，这些关键词都是观众在 YouTube 上面热门搜索的话题。或者说你可以使用 TubeBuddy 这个数据分析工具，你可以把你想做的话题去输入到 TubeBuddy 里面，你就可以去透过 TubeBuddy 发现这个关键词在 YouTube 上面它有多少的搜索量，以及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多少，这是会提供给你更加详细的数据的。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TubeBuddy， 你可以去查看一下和你类似主题的频道，他们的频道在最近有什么热门的影片，你可以参照它的主题来制作出你的版本。在星期一，你的目标就是你能够去找到3到5个候选的主题，然后选出一个主题作为你这周的影片内容。到了星期二，你就要开始去撰写的影片脚本了。在你星期一选好主题之后，你就可以把这个主题去写成一个影片脚本大纲。你可以分为3个主要的部分：引起共鸣、问题解析和教学内容、总结和行动呼吁。如果说你不喜欢写出完整的影片脚本，那么你可以用子弹列点式的方式去把影片的重点写出来就可以了。在周尾的目标就是能够写出清楚的影片大纲。接下来星期三，你就能够去开始拍摄影片了。你可以准备你的手机或者相机，还有脚架。如果说你白天有时间，就可以使用白天的自然光，或者是晚上使用打光灯，都是可以的。在设备方面，一开始的时候不需要特别复杂。接着你就可以对着镜头去说出你影片的内容了，不需要做到完美。当你说错的时候，可以停下来再重新说一遍，这个之后在剪辑的时候都能够去除掉的。如果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对着镜头说话是很不自然的，会有很多的卡顿，那么你可以考虑用一下提示器，或者说你把你影片的重点去贴在你的相机旁边，能够给你进行提示的作用。在周三的目标就是去录制好你整部影片，在录制好影片之后，周四你就可以开始剪辑影片了。
你可以把你录制好的影片素材去导入到你的剪辑软体里面，无论说你是选择使用剪映、Premiere Pro、Filmora 都是可以的。那首先第一步，你是需要去把你在录制影片过程中你出现的卡顿、出现的停止、说的错误的部分全部剪除掉，这样会让你整体影片变得更加流畅还有利落。接着你要优化一下你整体影片内容它的语气还有逻辑，你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一些片段的顺序，让观众能够清楚的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如果说你有添加字幕的习惯，你可以做出一版基本的字幕稿，即使是只有关键字也是可以的。在你刚开始的影片里面，你不需要追求非常花俏的影片转场，保证你整体影片它的节奏是紧凑的，内容是清楚的，有结构层次的就可以了。周四的目标就是产出一支有结构、有重点，能够清晰展示价值的影片就可以了。到了星期五的时候，就是影片收尾，还有影片上传。你需要去做一张影片的缩图，你可以使用 Canva 或者是你熟悉的设计工具。在你设计缩图的时候，我有几个小建议给大家。你的缩图需要有明确主张，加上对比色，并且你的眼神是有对上镜头的。这种缩图设计风格通常会有不错的效果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看到我的这部影片的缩图，我用红色和绿色做出一个强烈的颜色对比，明确表达了影片不推荐和被推爆两种结果，并且我用了惊讶的表情和观众进行了眼神的交流，去感染到观众。在你思考标题的时候，一定要重视是否标题能够激发起观众好奇心。你可以尝试使用数字加问题加解法的组合，比如说每天只花1小时，我打造了稳定流量的频道流程。最后就是你需要去上传你的影片了，你需要去写好标题，写好描述栏，加入标签，把你影片加入到播放清单里面，加上资讯卡，加上片尾画面，完成整个系统的影片上传流程。如果想知道如何去正确上传一部 YouTube 影片，你可以先点击右上角出现的资讯卡，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，去学习如何正确上传影片。你清楚的目标就是影片要完成并且上线，你的影片需要有吸引人的标题还有缩图。那如果你想进一步的让你影片变得更加好看，更加有质感，但是你又不想多花时间，怎么办呢？这边我向你推荐一个我自己在使用的一个资源平台，叫做 Motion Array。感谢 Motion Array 赞助本期影片，它真的帮助我解决了很多在创作时候遇到的困扰，特别是当你每天只有1小时去剪片的时候，因为时间不够，就应该把力气放到最有效的地方。我用 Motion Array 主要解决3个方面的问题。首先就是找画面太麻烦，你可以观察到我在影片里面会有很多高品质的 B-roll 影片，这种方式呢就能够去极大提升我影片的层次感，能够去提升画面的丰富性。但是这些 B-roll 的影片素材都不是我自己去拍摄的，我是来到 Motion Array 里面直接去下载他们里面的高品质的素材的。我只要输入关键字就能够找到各种类型的影片素材，比如说家庭、创业、远距离工作这些场景的影片素材，我都是能够找到非常多的，并且它的品质也是非常高的，完全是不需要我去拍摄的。第二就是资料呈现太无聊，在 Motion Array 里面有提供大量的剪辑模板，比如说要展示给大家我的收入情况，那我就可以直接使用一个动态的图表模板去把我的资料加进去，就能够非常真实形象的展示了，并且这种展示效果是更加具有专业性的。还有就是我会在 Motion Array 上面去找到很多背景的音乐还有音效，他们的音乐库非常的完整，无论是说过场的音效、情绪音乐、转场声都是能够去找到的，让我剪片的时候效率大增。这个平台真的帮助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，让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还有精力去放到内容的本身上面。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Motion Array， 并且能够获得额外2个月试用期。再次感谢 Motion Array 赞助本期影片，也希望它能够对你带来帮助。如果你现在觉得我没有什么专业，我能够教什么？别担心，你需要记住这句话：你不需要是专家，你只需要比观众早走一步。我强烈建议你可以从学习型的创造者这个角度去出发，你可以选择3到5个你想要去变强的领域，比如说时间管理、理财、AI 工具、设计、剪辑都是可以的。之后你就可以去学习、去实验，把你学习过程都记下来，把你学习成果也记下来，去拍成影片。你可以在你影片里面去分享你学到哪些东西是有效的，哪些东西是无效的，这就会比高高在上的教学来得更加有共鸣。你不是老师，而是正在学习的那个人，这会让你的内容显得更加有真实性。很多观众
比起看到一个完美的人，他们更喜欢看到一个正在努力的人。我也想提醒你一件事，不要追求完美，先开始最重要。我第一支影片很糟，灯光暗，声音闷，画质模糊，但是我还是上传了。因为如果说你只想等到有空、有信心、有设备才开始，那么这个时刻你一直等不来，你是永远开始不了的。你只需要每天花1个小时的时间，慢慢的开始积累，未来的你会感谢现在开始行动的你。其实 YouTube 不只是让你拍影片这么简单，它可以是你开展个人事业、个人品牌，开始创建的数位产品的开始。很多人从分享他们的兴趣、经验、日常开始，后来成为了自媒体的创业者。现在的你说不定也能够走上这条路。别小看那每天的1个小时，你不是在经营频道，而是你在撰写你未来的全新剧本。如果想知道如何用 YouTube 打造一个持续成长的线上事业，你可以看这期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的帮助，希望这部影片点赞，也要记得订阅我频道，追踪我 IG， 能够和我互动。那我们下期片见，拜拜。